白月光举办婚礼当天，新娘突然逃婚，女友不顾我的劝阻，非要给白月光救场。我不能留他一个人在台上，他会被人耻笑的。只是假结婚而已，又没领证。我看着身穿婚纱的女友幸福地靠在白月光怀里，将手里的捧花抛了出去，说要和他长长久久。可后来，当看见我的青梅手里抱着大捧的红玫瑰向我求婚时，女友却慌了神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微微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这一生我愿意。在婚礼现场久久回荡，周围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同时也将我最后的一丝幻想与期待摔了个粉碎。因为此刻站在台上，新娘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女友宋薇薇。可跟她十指相扣的却是傅景书。傅景书是宋薇薇曾经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初恋，当初因为家里父母不同意，二人才被迫分开。和我在一起后，宋薇薇每次醉酒都会郁郁寡欢，总会梦一般的叫着傅景书的名字。直到昨天，宋薇薇接到了傅景书将要在老家举办婚礼的消息，她连夜拉着我坐飞机赶来参加婚礼，说要见傅景书最后一面，回去就和我领证，好好过日子。我满心欢喜，以为宋薇薇终于放下了过去。毕竟我和她已经在一起7年了，这7年里，我向她求了无数次的婚，都被她以时机不成熟为理由拒绝。可就在刚刚，坐在台下的宋薇薇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便不顾一切地往后台跑去。我看到那条短信的备注，傅景书的名字一闪而过，心中隐隐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反复逼问下，宋薇薇才告诉我，傅景书的未婚妻突然逃婚，跟大款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佯装镇定地问他父母都没办法解决，你要怎么帮他？下一秒，宋薇薇薄唇轻启，理直气壮地对我说道：当然是由我来假扮新娘的角色，幸亏我早有准备，带了婚纱过来，我现在立马换上。英晨，你别站在这碍事了，快点去嘉宾席，千万别露馅了。我看着宋薇薇从袋子里拿出叠放整齐的婚纱，还是傅景书最喜欢的点缀着白色玫瑰的样式，我像是被人狠踹了一脚，跌落谷底，摔了个粉身碎骨。参加别人的婚礼，宋薇薇自己却带着婚纱，还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带了齐全的化妆用品。我和她7年的感情俨然成了一个笑话，狗屁的好好过日子，全都是宋薇薇的谎言。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。要知道，曾经我和她逛街时，无数次路过婚纱店，不管我怎么暗示，宋薇薇就连看都不一眼，更别说进店里试穿了。她说婚纱代表着家庭的束缚，自己不想过早的被折断双翼，限制自由。可现在，宋薇薇却心甘情愿地为另一个男人穿上了婚纱，哪怕自己只是一个替身新娘，她都毫无怨言。傅景书跟在宋薇薇身后，时不时地给她递来粉底液、口红，让她补妆。宋薇薇抬手拍了拍傅景书的胳膊，调笑般地开口道：怎么你结个婚，我这么紧张？这次你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啊！傅景书将洁白的头纱戴在宋薇薇头上，宠溺一笑：好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等婚礼结束，你让我当牛做马都成，我先去台上等你，你准备好就过来。傅景书理了理西装，从我身边路过时，不屑一顾地睨了我一眼。宋薇薇也以最快的速度结束准备工作，站起了身。薇薇，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我紧紧拉住宋薇薇的手，希望她能回头看我一眼。宋薇薇不耐烦地甩开我，
皱着眉说：“英晨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分清楚轻重缓急好吗？我不能留景书一个人在台上，他会被人耻笑的。只是假结婚而已，又没领证。”话音刚落，宋薇薇便提着婚纱的裙摆，迫不及待地往台上走去，牵住了傅景书向他伸过来的那只手。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后台的，麻木地在角落里坐下，身体里的血液像是被人一点点抽干，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台上，傅景书紧紧牵着宋薇薇的手，享受着所有人的瞩目与祝福，而宋薇薇始终偏头含情，默默地注视着傅景书，眉眼弯弯像月牙，其中的爱意与深情自是不必多说。我想，宋薇薇的心里根本不会放下傅景书吧。尽管是我陪在他身边的时间更长，见过他的喜怒哀乐，又陪他走过人生中的各种低谷，但只要有傅景书这抹白月光的存在，永远是宋薇薇心头的蚊子血、朱砂痣，任凭岁月更迭，都不能在他心中动摇半分。傅景书是无法取代的，而我只是一个他随时都可以丢弃的无足轻重的人罢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心也死得彻底。宋薇薇不知道，刚刚是我最后一次挽留他。我知道傅景书是想故意恶心我，还特地招呼我快点落座吃饭，好让我看他和宋薇薇秀恩爱，让我吃醋，再引起宋薇薇的反感。说实话，挺幼稚。现在的我根本不在乎，不就是吃个饭吗？老子份子钱都给了，就当是感谢傅景书帮我鉴定垃圾了。这顿饭必须得捞回来，哪有空着肚子离开的道理？傅景书忙着带宋薇薇认他家的亲戚，一个个敬酒，而全程我都没有看过他两一眼。宋薇薇还以为我是学乖了，乐呵呵地笑着将我叫到一边，想牵我的手安抚一番，可我却嫌脏，立马抬手让宋薇薇扑了个空。宋薇薇手僵在空中，终于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坦然一笑，平静地说道：没什么意思，宋薇薇，我不爱你了，我们分手吧，到此为止。宋薇薇连同脸上的笑容也跟着消失殆尽，她张了张嘴，像是愣住了，半晌才不可置信地问道：英晨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边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，好端端的，你提这个做什么？宋薇薇不死心的还想伸手来抓我，这次直接被我冷冷打开。我嘲讽般的开口道：没开玩笑，跟傅景书结婚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些年你应该装得挺累的吧？明明你一直爱的是傅景书，现在好了，我成全你们。宋薇薇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但很快便掩饰了过去。她当然知道我这话指的是什么。宋薇薇在台上扔捧花的时候，语气中尽是欢快与幸福。傅景书，我爱你，我想和你长长久久。谁接住捧花，谁就是下一个最幸福的人。印象里，宋薇薇很少亲口向我表达爱意，最多也只是一个拥抱。她说，爱这个字眼太沉重，一旦宣之于口，便是一辈子的责任。借着这次假扮新娘的名义，或许这才是宋薇薇真正想说的吧。对傅景书压抑在心中的感情，终于有机会表达了出来。宋薇薇摇了摇头，解释说：不是的，英晨，我那是为了演得逼真一点，逢场作戏罢了。我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不重要，你就算假戏真做，也跟我没关系。说着，我转身便准备离开，可还没走几步，就被人拽住了胳膊。英晨哥，你去哪儿呀？你看薇薇今天穿婚纱的样子多好看，你怎么放心把她一个人丢这里？一听到傅景书的声音，更让我觉得恶心。
他这是假装没看出来我和宋薇薇在争吵，开这种低劣的玩笑，实则是炫耀地告诉我的女朋友是为他穿上了嫁衣。我厉声命令道：“给我松手！”可我还没来得及甩开他，傅景书便突然重心不稳地向后一倒，砰地撞到了门框上。宋薇薇一声惊呼，忙小跑2步，快速扶住了傅景书，满是担忧地问道：“景书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”傅景书闷哼了一下，疼得直抽泣，却还是强撑起一个笑，摇着头说：“没事的，薇薇，是我今天酒喝多了，有点没站稳，不是英晨哥推的我，你千万别怪他。”傅景书为了让宋薇薇心疼，还真是豁得出去，这一下可撞得不轻，三言两语还栽赃陷害到我头上。宋薇薇一边揉了揉傅景书被撞疼的后背，一边转头狠瞪了我一眼：“英晨，你今天真的太过分了，景书是无辜的，有什么气你可以冲我来，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帮忙的。”说着，宋薇薇母鸡护崽般的将傅景书挡在了身后，生怕我再欺负她。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正想回怼，傅景书便先一步说道：“对不住啊，英晨哥，我老家这里的人都爱说闲话，要是知道我未婚妻逃婚，我父母和我都会抬不起头来的。但我也不想影响你和薇薇的感情，要是让你觉得不高兴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澄清事实。”傅景书说着，便把心一横，露出一副慨然赴死的表情，要往台上冲。只不过他才刚迈开腿，便被宋薇薇一把拉住。宋薇薇露出心疼的表情，柔声道：“景书，不管怎样，你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别去，你应付不来的。”言罢，他便皱着眉，怒视着我：“英晨，你难道不知道人言可畏吗？景书根本没办法应付那些流言蜚语，你是想逼死他吗？”傅景书挑拨离间的本事倒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好像我倒成了那个棒打鸳鸯的恶人。我两手一摊，直接开对：“宋薇薇，你是耳聋还是眼瞎？首先，我没推他，其次，我也没阻止你俩结婚。你们最好现在立刻把结婚证也领了，锁死，省得出来祸害别人。”宋薇薇连眨了好几下眼睛，她想好了，我会像以前一样跟他大吵一架，或者跟傅景书大打出手，却唯独没想到我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，甚至还主动把他推到别人的怀里。宋薇薇眉头一皱，忽视我刚刚的话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英晨，闹脾气也要有个度，我先去换衣服，回去再好好收拾你。”眼见宋薇薇对我的态度缓和了几分，傅景书肉眼可见地焦急了起来。他扯住宋薇薇的裙摆，神色委屈，欲言又止：“薇薇，你要走了吗？”可是算了，刚刚还对我满脸嫌弃的宋薇薇，这会儿面对傅景书又变得耐心起来。“景书，是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？”傅景书故作轻松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老家这里定下的习俗，等会儿还要闹洞房，其实就是做样子，不是真要你做什么。要是觉得为难，你就先走吧，我自己再想想办法。”宋薇薇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，立马拍着胸脯承诺：“闹洞房而已，包在我身上，今天一天都撑下来了，怎么能让你前功尽弃呢？”傅景书激动地抱住了宋薇薇，朝我挑衅一笑，道：“薇薇，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既然这样，英晨哥今晚的住处也由我来安排吧。”我还未来得及开口，耳畔便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：“阿晨住哪儿？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我自会接他回去。”我惊讶地回头，发现来人竟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池月。池月眼眸微合，审视地打量着宋薇薇，
语气里带着质问。宋微微，你不是说带阿晨来参加别人的婚礼吗？怎么自己接上了？宋微微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忙从傅景书的怀抱里挣出来，清了清嗓子：“池月，不知道就别乱说话。我和英晨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”池月冷哼一声，从容地走到了宋微微面前，脚踩两只船。你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吗？你不珍惜的人，自有人会珍惜。池月后退了一步，直接挽住了我的胳膊。我明白，池月是在替我出气，怕我孤立无援被欺负。我咳嗽了一下，纠正道：“池月，宋微微现在也不算是脚踩两只船。毕竟我已经和他分手了。”池月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，他直视着宋微微，再次开口时语调都是上扬的：“宋微微，既然已经分手了，那你就和傅景书好好过日子吧。毕竟你知道的，我也喜欢英晨。”宋微微气得满脸通红，她咬牙指着我和池月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对狗男女太过分了！英晨，你竟然背叛我，还和池月厮混在一块！”傅景书笑得虚假，和事佬般的打着哈哈：“微微，估计是今天的婚礼的事让英晨哥吃醋了，他是故意找来池月，想让你为他着急罢了。毕竟他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别人呢？”宋微微闻言，脸色缓和了几分，斜瞪我一眼，一副了然的神色。原来是这样，英晨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可他话还未说完，便被池月直截了当的给打断了，对着他俩一顿贴脸开大：“宋微微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这样缠着阿晨，真的很掉价。还有你，傅景书，收起你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们可不吃你这套。刚刚在门外好像听见你们要闹洞房，既然这样，我和阿晨便不打扰了。祝你们早生贵子，最好锁死！”池月骂了个酣畅淋漓，宋微微和傅景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还没缓过神来，池月便已经拉着我离开了，身后带起一阵风。宋微微似乎是想追我的，但傅景书的声音却跟着一道响起：“微微，别丢下我。”不出所料的，宋微微答应他说：“好，别担心，我帮你。”我脚下走得飞快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。清风吹过耳畔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轻松。手机里弹出几条消息，是宋微微发来的：“英晨，现场怕露馅，我只能手机上跟你说，你别闹别扭，这里还有点事要处理。我明天晚上回去，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我们这周就把结婚证领了。”我看着宋微微发来的消息，只觉得厌烦，她的感情太廉价了，我不要了。手机上还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我直接进行了一连串的拉黑、删好友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让池月将我在公司门口丢下。池月一路上都在安慰我别难过，下车了还不放心。我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好了，你别担心，我真的没事。今天也谢谢你替我解围。”池月欲言又止，沉默片刻，忽然定定地看着我：“阿晨，今天说的话我都是认真的。”我微怔，池月的心意，其实我又怎会不知呢？从年少时起，他便从未掩饰过对我的喜欢，但自从我和宋微微交往以后，他便很有分寸地退于幕后。只有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才会小心翼翼地给我发一句节日快乐。我又怎么会不明白，每一句端午快乐、中秋快乐背后都是一句句隐晦的我爱你。原来这世上不止我一个傻子。这么多年了，他倒是一点没变，像从前那般习惯性地护着我。我叹息般地开口：“池月，你是个好姑娘。虽然我现在和宋微微已经分手了，可你也知道她那个不依不饶的性格，我怕
池月摇了摇头，我不在乎的。你等我一下。他匆忙地打开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一大捧深红色的玫瑰花，一如他本人一样热烈明艳。池月灿然一笑，缓缓朝我走来，眼中似有星辰闪烁。阿晨，我很清楚自己还是喜欢你，喜欢了你很多年，我放不下你，给我个机会吧。都说交往要从一束鲜花开始，让我追求你，好不好？这一刻，我的心里像是炸开了一朵朵的烟花，需要用余生来打扫灰烬。我承认，我确实是有一丝心动了。池月的爱是大大方方的，他爱我，就会同我光明正大的站在一起，给我最好的一切。明明身边有这样好的人，我却眼瞎错把宋薇薇当个宝，何以窥不破，何以辜负卿？我温柔地揉了揉池月的头发，纠正说：喜欢谁，追求谁，是你的权利，不需要别人来给。池月眸子亮了亮，盛满了光。所以这个意思是同意让我追求你了吗？池月很好，温柔善良，也值得一心一意的付出。只是我才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，宋薇薇至今还觉得我在跟她闹脾气。如果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我们的关系必须是干干净净的。我要对池月负责。我没有直接回答池月的这个问题，但也不想让他为难，只好浅浅笑着去接他手里的玫瑰花。不可以！猛然间，身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原本说明晚才回来的宋薇薇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宋薇薇红着眼睛，厉声阻止道：英晨，你不能答应他，你明明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的。宋薇薇眉头一皱，冲过来就要抢走我手里的玫瑰。你不能收他送的花，明明我才是你的女朋友啊！我迅速地向后一推，刚好避开了宋薇薇伸过来的手。宋薇薇扑了个空，脸上露出了落寞的表情，像是被伤到了一样。英晨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难道真的要和池月交往吗？我面无表情了看了宋薇薇一眼，冷冷提醒道：宋薇薇，我想我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无论现在我和谁交往，你都管不着。宋薇薇破防了，她死死盯着我，质问说：英晨，可你明明也说过这辈子非我不娶的，你向来最守承诺，怎么能食言呢？听着宋薇薇的这番言辞，我不禁冷笑出声。宋薇薇，你都已经跟别人结婚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娶你？话音刚落，宋薇薇却忽然笑起来，她漫不经心地解释说：我就知道，你果然还在为婚礼的事情吃醋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那是为了帮景叔跟他逢场作戏而已。你要是不高兴了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给补一场最盛大的婚礼赔偿你就是了。我不悦地皱了下眉，宋薇薇做了那么过分的事，却还能没皮没脸地笑出来，你脸可真够大的，别太自恋了。我可没想跟你二婚，你要是实在想办婚礼，就去找傅景书多结几次。宋薇薇骤然变了脸色，把眸子一沉，拿手指着我的脸道：英晨，给你台阶你就下，别太过分了。我特地赶飞机回来哄你，就这么点芝麻大的事，你非要闹到现在吗？还找池月过来故意气我吗？宋薇薇说着，便直接掏出了手机，对到我面前命令道：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可别把我惹急了。胆子倒是不小，还敢拉黑我。现在立刻马上快点把我从通讯录里放出来。我刚想开口拒绝，宋薇薇的手机铃声便响了，是她给傅景书设置的独一无二的来电铃声。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，宋薇薇拿着手机有些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但仅仅也只有一眼，她便快速接通了电话。傅景书不知道是说了什么，
宋微微肉眼可见地慌张了起来，忙对着电话那头的人安慰道：“景叔，你别着急，待在原地别乱动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。”宋微微挂了电话，拔腿就要跑，走了2步，又转头折回来，敷衍地向我解释了几句。英晨，景叔也坐飞机赶过来了，本来是想当面跟你道歉的，但他对这边的路况不熟悉，出了机场便迷路了。我怕他出事，我必须得去找他。我们的事情回家再说吧。宋微微离开的时候，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池月一眼，警告道：“池月，英晨是我男朋友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他不是你能觊觎的。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”我默默叹了口气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毫无悬念的。宋微微又一次丢下了我。我和傅景书之间，傅景书永远是首选，也是唯一选。但这也让我更加看清楚了宋微微的真面目，让我知道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池月担忧地看着我，低头视线又落在我怀里的玫瑰花上。阿晨，你会不会跟宋微微和好啊？要是我让你为难的话，你可以不收我送的花，没关系的。池月勉强露出一点笑容，但声音听上去却很委屈。我都怕他下一秒会哭出来，毕竟没有人真正大度而又无所谓的做到，去祝福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长长久久。我了解池月，他只是看上去没心没肺罢了，有什么心事从来都是一个人扛着。我叹了口气，故意逗他说：“怎么，后悔表白了？”池月抬起头，眼睛亮亮的，他摆了摆手，立马坚定地否认道：“当然没有，我不会后悔的。”我轻轻点了下头。好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处理一点事，一会儿就好。不一会儿，我便回公司收拾好了东西下楼。池月看到我抱着一个纸箱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阿晨，你这是辞职了？”我把东西放进车里，说：“辞职了。”我想起当初进这家公司，其实为了宋微微。宋微微和傅景书家境贫寒，但傅景书妈妈嫌贫爱富，他们被迫分了手。为了不伤害宋微微的自尊心，我和家里闹掰了，陪她过辛苦的生活，从最低层的小职员做起。宋微微不熟悉公司业务，我就陪她熬通宵，手把手地教她做方案、绘制表格，甚至还把升职加薪的机会让给了她。虽然那个时候手里没多少钱，但我一直努力工作，省吃俭用，舍不得让宋微微吃一点苦。我给她的都是我能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，到头来7年的真心却给了一头白眼狼。现在反正已经分手了，我也没有再留在那家小公司的必要了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还是找个时间跟父母低头认个错吧。我把车停到了家门口，池月下车后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现在有什么安排吗？”我掏出钥匙，打开家门说：“这房子虽然是和我宋微微一起买的，但房产证上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。现在分手了，我便没有继续住在这里的必要了。我准备在她回来之前，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，搬出去。”池月一脸的担忧，提议说：“那你现在搬出去也没地方住了呀，要不要先搬去我那里？我那房间多，刚好可以收留你。”我一边整理行李，一边应答道：“好，但我不能白住，我会付你房租的。”池月灿然一笑，拍了拍胸脯，开玩笑道：“行啊，放心吧，我是个很好的房东，不会乱收你钱的。我过来给你帮忙。”池月把行李箱拉开，细心地帮我叠放好衣服，整理起来才发现衣柜里宋微微的衣服几乎占据了大半。这个家里有关我的东西少之又少，也暗示了这段感情里我和宋微微从来都是不对等的。池月热心地帮我收拾出一间客房出来，
还找出了全新的生活用品。池月帮我放好行李后，擦了擦额角的汗水，笑着问我饿不饿，晚饭想吃什么。我有些讶异地问道：池月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池月佯装伤心地说道：好歹我们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也太不了解我了吧。听着池月的话，我默默低下了头。和宋薇薇谈恋爱以后，我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社交圈，一天到晚都在围着她转。池月忽然玩笑道：网上不是都说什么抓住了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吗？我轻轻弹了弹池月的脑门，忍俊不禁：你呀，少上点网吧。池月揉了揉脑门，拿起一边的围裙系上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。庆祝你恢复单身，今天给你做最爱吃的鲫鱼汤。这些事是从前宋薇薇不会为我做的。每天下班回到家，宋薇薇只会在沙发上躺尸，一边嘴里喊着好累，一边指使我做家务。宋薇薇在家十指不沾阳水，就更别提做饭了。一日三餐都被我包揽。当初为了照顾她，我还特地找营养师精进了一下厨艺，想让她吃得健康，规律饮食。现在看着池月从厨房里进进出出，为我忙碌的身影，不禁使我心头泛起一阵阵温暖。我四处飘荡游弋的灵魂，像是有了安生之处。阿晨，吃饭了，发什么呆呢？池月把菜端到饭桌上，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。我轻轻摇了下头，先给他盛了一碗汤。没什么，我想吃完饭去看一下爸妈，好久没回家了。池月激动地看向我，欣喜地问道：真的吗？你终于想通了？叔叔阿姨也一直念叨你呢。我咽下嘴里的汤汁，听出了一丝端倪。我早就跟家里断了联系，你怎么知道爸妈一直念叨我？池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打着哈哈说：我去看过几次叔叔阿姨，他们向我问起过你的情况。好啦，你放心，等会儿我陪你一起去，他们肯定会原谅你的。虽然在路上，池月一直在安慰我，给我做思想工作，但站在爸妈家门口的时候，我还是紧张的有些手指发颤，生出一丝近乡情更怯的感觉。最后还是池月帮我敲开了门。母亲一见到池月便眉开眼笑，热情地招呼道：哎呀，月月啊，你说你来就来吗？怎么每次都买这么多东西？这一瞬间，我似乎明白了，池月是这里的常客。我不在的这些年里，一直他默默地照顾着我的父母，愧疚和感激一并涌上心头。我喉头哽咽地叫道：妈，我回来了。母亲看到我的瞬间便红了眼，嗔怪道：英晨，你小子这些年死哪里去了，还知道回来？池月推着母亲往里走，又给我使了个眼色：阿姨，今天的礼物可都是阿晨买的哦，我们进去说吧。不一会儿，父亲也从书房里走出。多年不见，现在的父母比印象里的还要苍老一些。多亏了池月一直充当着粘合剂，父母才没有过多的责怪于我。听到我和宋薇薇分手的消息，二老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。当初父亲说过，宋薇薇这样的人，他在商业场上见多了，我们肯定走不到最后。我一直觉得那是父亲的偏见，却不曾想到竟然会一语成谶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终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鼓起勇气对池月道：池月，我们交往试试吧。池月愣神地看着我，半晌，眼里便噙着泪花，点头道：好。虽然我和池月确定了关系，现在又住在一起，但我还是想给他应该有的尊重。从恋爱开始我们的新生活，这几天里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。直到1周后，家里来了不速之客。那天晚上，宋薇薇找上了门，身后还跟着傅景书。
宋微微看着我和池月站在一起，满脸都写着不高兴。她用命令般的口吻说道：“英晨，这次你闹得太久了，该回家了。”我不悦地皱了下眉。宋微微或许觉得我永远不会离开她，不然也不会隔了这么久才出来找我。又或许她是习惯了我的存在，自欺欺人。毕竟我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宋微微，我已经说腻了，我们分手了。况且你不是身边有傅景书了吗？麻烦你别再来纠缠我了。”傅景书走到我面前，委屈巴巴地解释说：“英晨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就是怕你和微微之间生出误会，所以才特地来这找你。都怪我太笨了，出了机场找不到路。微微不是故意丢下你的。”池月一向性子直，直接嘲讽地笑出了声，冷嗤道：“迷路？这么大人了，撒这种谎也不知道害臊。你要是真迷路了，找警察叔叔去啊，找宋微微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迷路都是1周前的事了。宋微微，你要是真在乎阿晨，这些天为什么不过来找他？别拿什么迷路当借口。傅景书又不是迷路到国外去了，需要你找1周。”宋微微气得直跺脚，剜了池月一眼，愤愤道：“池月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许你这么说景书。算了，微微，他说的对，确实是我自己没用。”傅景书故作亲昵地拍了拍宋微微的肩膀，又举起手里的保温盒说：“英晨哥，你也别和微微闹别扭了。这件事说来说去还是怪我。这几天微微没来找你，是因为我一下飞机就有点水土不服，胃疼的去了几趟医院。你不知道，微微啊，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看，这不是为了找你回家，还特地给你熬了鸡汤呢。”我不悦地皱了皱眉。傅景书惺惺作态的样子，一如既往地叫我恶心。宋微微从来都是号称自己不会做饭，这显然是给傅景书做的养胃鸡汤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傅景书还在挑拨离间。为了展现自己在宋微微心中的重要位置，宋微微双手交叉在臂弯处，朝着傅景书努了努嘴：“景书，你解释那么多干嘛？有些人就是不知好歹。”傅景书朝我挑衅地勾了勾唇角，打开保温盒的盖子，催促道：“英晨哥，鸡汤还热着，你快喝了吧。”说着，傅景书便拿勺子舀了一口汤，想往我嘴边喂。池月眼疾手快地一把推开傅景书，慌张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鸡汤从保温盒了洒出来，泼了一地。宋微微忙着检查傅景书有没有被烫到，怒视着池月：“池月，你有病吧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池月牵着我的手向后退了一步，指责道：“宋微微，你和阿晨在一起7年，你难道不知道他小葱过敏吗？”宋微微脸上闪过一丝慌错，刚刚的鸡汤上面飘着一层的小葱。因为傅景书喜欢吃，宋微微看着我，难得向我道歉：“抱歉，英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池月始终护着我，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宋微微。他看了一眼洒在地上的鸡汤，直言道：“是啊，你当然不是故意的了。鸡汤里的肉块这么少，一根鸡腿都没有，怕不是都进了某人的肚子里，还让阿晨吃剩下的吧？”池月一语道破，宋微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根本不敢跟我对视。池月不耐烦地摆摆手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：“行了，你俩也别站在这里碍事了。宋微微，不想做饭就别做，拿点破垃圾出来打发谁呢？我男朋友想吃什么，自有我给他做，不缺你这碗鸡汤。”宋微微忽然反应过来，眉头紧皱：“等等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男朋友？”不等池月开口，我便先一步道：“是，我和池月已经在一起了啊！”池月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
一定是你勾引英晨！”宋微微气得大叫一声，冲上前就想扇池月巴掌。我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将他甩到一边，并坚定地护在了池月面前。宋微微却更加破防了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：“英晨，你推我，你竟然推我，就为了一个池月？他现在这样子，跟泼妇没什么区别，我也懒得再给他留什么情面。池月是我女朋友，我当然得护着她。英晨，你有种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可别后悔！”宋微微气得直喘，赌气般的牵起傅景书的手，说：“景书，以后你就是我男朋友了，我回去就和你领证。”傅景书激动地将宋微微一把搂进怀里：“真的吗？微微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忘不掉你，我懒得看他们两个的爱恨纠葛，直接将人推出了门外，没好脸色地关上了门。行了，你们是无家可归了吗？要秀恩爱，滚回自己家秀去！”宋微微对傅景书赌气也好，真心也罢，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现在我只想好好珍惜眼前人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和父母和解以后，池月经常陪着我一起回家看望他们。父亲年纪大了，我也开始渐渐地结果家里的公司和生意。这段时间事务压身，但我也会忙里偷闲，周末带着池月出去自驾游。池月是个从不扫兴的女朋友，做攻略、打开、拍照，好像不知疲倦一般。她总说和喜欢的在一起，就算一块捡垃圾都是开心的。我笑她比喻不当，她吐吐舌头，将买来的纪念品都塞到我口袋里。直到2个月后，宋微微竟然找到了我的公司，而我差点没认出她。她一身衣服破败不堪，灰头土脸的，精神也好像有点不正常。一见到我，便跪在我面前，抱着我的腿说：“英晨，救救我！我求你救救我，好吗？”他这样子明显有些不太对劲。池月心善，帮忙报了警。了解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当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新娘逃婚一说，这一切竟然都是傅景书设下的局。傅景书跟爸妈合谋，就等着宋微微上钩。只因为见宋微微在大城市里事业混得有些起色，便想骗走她所有的钱财，让她嫁过去当牛做马。宋微微金贵惯了，哪里会伺候了？稍有做不好的地方，便会换来一顿毒打，不仅被骗得1分钱不剩，还浑身是伤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。宋微微逃出来后，向警方说明了情况，傅景书一家子都被抓了起来。我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却并不觉得宋微微可怜，毕竟现在这样，全都是她咎由自取罢了。宋微微从医院出来后，时常会跟在我身后，也做了不少事，试图弥补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没有理睬她，只是给了她一张结婚请帖，宋微微便愣在了原地。不久后，我和池月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门口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宋微微没有进来，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，我假装没有看见，认真地将戒指戴到池月手上，眼中也只有池月。此刻，幸福牢牢地被我抓在手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